最近啊，世界各地啊，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疫情啊都在慢慢的回升，有些地方呢还非常的严重。一些中年人呢，说走就走了。不管我们现在的医疗多么的发达，多么的神奇，但是呢，在这些问题上呢，显得很束手无策。那么这些走的人很多是因为有亚健康问题，很多呢有很多慢性的疾病啊，这些方面呢都是我们现代医学的短板。就有人给我提问题啊，说杨医生，人人是不是都应该学一点中医？今天呢，我们就来探讨这个话题啊，是不是人人都应该学点中医？健康是我们最大的财富，让我们去管好它。如果要叫我讲啊，这个答案就是是啊，但是呢，程度不一样啊，因为大家学习的目的不同。中医啊，它是一门医学，同时呢，它是一种文化啊，甚至一种哲学啊，甚至还包含一些信仰的概念在里头。因此呢，它不仅是一个医生的专业技术，它更是我们自我保健和生命管理的智慧。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成为中医师啊，但是呢，每个人都应该学习一点中医，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预防疾病、调整体质、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中医的价值不仅在于治疗疾病，更重要的是它在于未病先防，这正是我们现代医学的短板。那我们就讨论一下，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学点中医，以及呢，不同的人怎么样学习。如果您还没有订阅的频道，请点击一下小铃铛，你就不会错过以后的视频。首先呢，我们现代医学没办法解决慢性病和亚健康的问题啊。现代医学呢，它是基于解剖学和以检测的生物化学。那很多病它是处在一个能量水平上，这个能量水平呢，就像问题出在空气里面，你看不见摸不着，它是存在的，是吧？所以呢，在我们身体里面很多能量水平的东西呢，我们看不见。所以现代医学呢，它很擅长解决急性病或外伤或者呢已经摸得着、看得见的病像肿瘤它可以做手术。但是呢，其实我们现代医学除了这个抗感染以外，绝大部分的治疗手段都是在解决一个疾病的结果，而不是解决疾病的原因所以呢，它对于慢性病、免疫失调、压力相关的疾病、亚健康的问题它就没有办法。所以呢，这些疾病呢，它常常给的方法呢是不对症的。比如说用药物来解决是能量的问题甚至用手术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在很多情况下呢，它就把给我们身体来送信号的这些信使们，要不呢就不让他们说话用药物呢控制症状，或者呢就干脆把他们杀掉直接用手术把它切掉今天我就一个病人就是因为子宫不正常的出血，找不到任何原因干脆就把子宫切了。但是呢，过后不久呢就得了心肌梗死。所以我们的身体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向我们报警如果我们一次一次忽略它，那我们的这个后果就越来越严重。那么中医的优势在哪里呢？它第一，它在能量水平能够看到问题，那么它就能够提前调理减少疾病发生，就是所谓的治未病就是预防了。你比如说经常胃痛，你也查不到胃溃疡，也查不到胃癌，那它就是胃痛。那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中医的方法用食疗药疗针灸来调理脾胃来预防。那针对慢性病呢，它的方法呢也更好一些，像高血压，它就不是一个单纯吃降压药，是吧？调整肝阳上亢气血失衡，是吧？肝肾阴虚的问题这些体质方面的事情都是需要改善才能根本上控制高血压。另外呢，这个诊断方法很简单，是吧？看看舌头，看看面诊，就知道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就有个了解通过饮食生活方式的改善就能够改善体质，减少慢性病的风险，经济又有效。第二个呢，你学中医可以做到自己的身体自己做主现代人呢，我们依赖医生，依赖药物，依赖我们的医疗体系，但这些呢都是当你有病的时候，也就是说你失去健康的时候，
你做的事情。但是真正的健康呢，是要自我掌控的不是等着有病才去看医生。所以呢，你只有懂了中医以后，才能做好自己的健康管理师不需要动不动呢就跑医院。比如说，中医可以帮助你减少对药物的依赖，止疼药、安眠药、胃药，是吧？应对呢日常的小毛病感冒、胃肠不适、失眠、疲劳，是吧？另外呢，也避免过度的医疗和误诊大家可能不知道在美国呀，这个各种各样的医疗相关的误诊的、医疗错误的、药物不良反应的死的人呢，可能一年不下50万。所以对现代医学的迷信是对我们健康最大的威胁。那么中医你可以学什么呢？简单的穴位按摩，是吧？感冒了按按迎香穴失眠了按按泪关穴，是吧？日常的中药，喉咙痛喝点胖大海茶呀，胃痛喝点茯苓薏仁汤这些都是非常简单又安全。第三呢，中医它也是一个最简单的健康投资，它既不需要昂贵的健身房，也不需要长期吃保健品，只要懂得调理体质，就能够比较轻松的改善健康。中医的方法呢，大多来自自然界的资源，食物、草药、按摩、呼吸，是吧？没有过多的副作用。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长寿法则其实很简单，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比如说五行食疗，简单的身体调理，经络按摩呀，气功锻炼还有就是情绪的管理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你可以学到什么呢？你可以吃对食物比吃补品呢更重要。所以你能学习中医的这个饮食方面的智慧。另外呢，呼吸静坐太极气功这些养生的方法呢能够减少压力，延长寿命。当然了，不同的人呢，他有不同的学习方法和内容，是吧？比如说普通的人，你只要学习一些简单的对体质的辨识食疗和养生的办法看看书上上线上的课学习一些简单的养生法。对女性我认为很重要。这个女性的经期调理气血补充抗衰老、美容中医呢是有非常精到之处养生茶经络按摩等等你如果纵观女性一生的健康，它都是围绕着这个经期来的，所以呢，调理它非常非常重要。另外就是上班族呢，缓解压力、减少疲劳、改善睡眠是非常关键的事情。可以学些打坐气功经络按摩简单的穴位按摩和针灸。像中老年人就适合延缓衰老养生防病，可以学一点太极、气功、艾灸和食疗当然你要是医护人员，那我们就正儿八经的来学一学中医的诊断针灸的技术经络的学说等等，那么可以进修一些中医课程跟现代的医学呢结合起来使用。大家一定要知道，中医和西医是不矛盾的学中医不代表你就拒绝现代医学但事实上呢，最好的健康管理是中医和西医的一个互补我们现代医学对健康营养也有很多的认识对我们健康的生活习惯、精神压力的管理都有很多认识。现代医学对精神、情绪、信仰的这个科学研究也非常的多所以呢不要认为现代医学和中医的方法是矛盾的，他们有很多的互补之处，也有很多的互相印证之处所以呢，怎么样结合呢？你日常保健慢性病呢，你就用中医调理急性病呢，你再去看西医，是吧？针灸按摩呢，可以辅助一些西医治疗。颈椎病，你比如说做点推拿针灸光吃止痛药也不行，是吧？另外呢，养生的习惯呢，也可以这个帮助预防现代的病，是吧？中医讲早睡早起，管理好情绪，减少压力等等。说这么多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人人都应该学一点中医虽然程度不一样。如果你是普通人，学点养生食疗简单的经络调理，让自己少生病如果你是医疗的从业者，你就学习怎么样结合中医和西医帮助更多的人。如果你是企业家或者高压的工作者你
就学习一些中医的压力管理啊、情绪养生，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和健康。如果呢您是女性的话，就应该学会怎么样用中医的理论方法来调理经期啊，保养气血和皮肤，让自己呢更年轻啊、更健康、更美丽啊。所以呢，中医啊它不是玄学，它是一个更贴近生活的一个健康的智慧啊。掌握好中医啊，就能够更好的管理好自己的身体和人生啊。如果您对学习哪方面的中医有兴趣呢？我们可以帮助你来规划啊你的学习的路径。如果您在这方面有什么体验和高见呢，也请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今天呢，我们就不聊具体的知识，聊一点这个观点和认识哈。关于中医的这个事情呢，我们会做一些系列的探讨，也欢迎大家参与。端倪世界守护健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